大家好，欢迎大家观看今天的节目。佛教的根本五戒是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邪淫、不妄语、不饮酒，其中的不邪淫最为难戒。古人说万恶淫为首，但现在很多人却认为性开放、性自由是在解放身心，所以不但不以为耻，还肆无忌惮地放纵欲望、宣扬欲望，导致人的淫念越来越重。殊不知，不断加重的淫念不仅会侵害你的身体，还会招来可怕的淡精气鬼。下面就和小编一起从医学以及佛法的角度来看看邪淫的可怕危害。首先，我们先从医学上来看邪淫的危害。西方科学研究认为，精液的成分其实与脑脊液的成分是一致的，所以不管男女，淫行都会非常伤身体，特别是邪淫。而且不过几秒钟左右的快感，却要花掉好几个月的身体精华。很多人觉得能通过房事来缓解压力，甚至很多教科书上也这样写，特别是青少年的健康教育读本里面也这么写。这个写法是非常值得商榷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伤精。为什么说能缓解压力？因为人在压力大时五内俱焚，他想通过一种方式发泄出来。男人女人都一样，都有男女大欲，最后把身体的精华变成液体都流出来。精华丧失之后，人们的第一感觉就是大脑一下就空了，那种兴奋没有了，甚至还有一点后悔和颓废，最后就是疲惫状态。前面是特别兴奋、特别烦躁，后面是空虚。很多人就以为好像压力减轻了，殊不知这是能量丧失的表现。人体的能量一丧失，所有的行动力就会下降，身体就会不好。而如果经常丧失能量，身体就没有阳气，疾病就随之而来了。人的精实际上就是水，精和水，中国古人说精髓，精跟水是合在一起的。骨髓里装的全都是精华，这些精华物质用西医的眼光看都是中枢神经。中枢神经用什么样的东西来滋养？脑脊液。假如经常射精，男女都一样，精华丧失特别多，这个油就少了。人的精华丧失多了，脑力首先下降，第二个是脸色开始变差，变得像老人一样迅速的衰老。那么对于已经伤肾的人该怎么恢复呢？第一，吃补肾的食品，黑芝麻、核桃仁、松子这些坚果都是补肾气的，这是饮食里面的注意事项，要以五谷杂粮为主。第二，运动，有一个运动叫做五体投地功，通过这个动作可以把身体给调整好。先是双手合，然后从颈椎再到胸椎再到腰椎，这些脊柱一节一节往下弯。为什么要弯脊柱？脊柱实际上就是督脉，我们补肾气补的就是脊柱里面的精华，所以经常运动，气血就足。不过以上的方法只是治标不治本，因为邪淫除了对身体的伤害外，还会招来淡精气鬼。看到这里，有人可能会疑惑了，佛教常常劝人戒除邪淫，怎么从没听说过有这么个淡精气鬼？佛法之所以比较少讲明淡精气鬼的事情，这个主要是因为一，今生会邪淫之人，大多是因为累世恶业成熟的结果，属于因果法则。二，淡精气鬼本身也是六道之一，乃鬼道众生，他们靠吸精气为生。邪淫的人一般过几天又想了，如果强忍着，就会在梦里做一些预梦，导致精气泄出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其实就是淡精气鬼在作怪。淡精气鬼最喜欢邪淫、思想不正的人，会依附这些人，靠吸食吞噬人的精气来生存。这种鬼几天没有吸纳精气，他们就会无精打采，快死了一样。他们常常跟随有邪淫习惯的人，每隔几天就吸食一次他们的精。淡精气鬼引导这类人的思想走向邪淫，如果你战胜他几次，他会离开你。但是当你再次邪淫的时候，又有一些淡精气鬼会依附过来。一般来说，人们白天大多能保持住，但他知道你定力根本不够，仅仅是勉强做到，所以淡精气鬼会在人的定力最弱的睡梦中，用春梦来勾引你，让你在没有准备的时候输掉。假如这个人想戒除邪淫，他们就会千方百计破坏。他们会通过哪些方法破坏呢？淡精气鬼诱人邪淫破戒的方法一般有以下几种：一、用鬼的法力来迷惑人的思想，
让他们忍不住去幻想那些不良的画面和信息。意志力弱的人就会忍不住邪淫，这样一来他们就又有吃的了。2. 对意志力强的人，这招就没有用了。那么他们就会在人的睡梦中化作美女来引诱人，从而使人梦遗。一般人就算意志力再强，在睡梦中也会变得薄弱，所以这招效果很好。3. 如果第2招还不奏效，他们就会消磨人的意志。假如你有不如意或不顺心的事，他们就会用种种邪法来煽风点火，让你更加失落颓废，同时再让你的头脑中不停地幻想不良的画面，帮你转移烦闷，释放压力。当你情绪低落，烦恼重重，又不停地浮想那些男女之事的画面，就会忍不住去邪淫，于是但精气鬼又有吃的东西了。如果你天生是一个意志顽强、充满正气的，而且又是个乐天派，那他们就奈何不了你，只能乖乖地离开。如果相反，就会屡戒屡犯，屡犯屡戒。所以在佛经中说，如果人都守5戒10善，这种淡精气鬼就会饿死，就不是威胁依附人了，而是来求有道有修行的人，给他一点血气来救命了。明白了淡精气鬼诱惑人邪淫的方法后，那么我们该如何提防以及对治呢？想要战胜淡精气鬼，不能只依靠人力，还必须更多的依靠佛力。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中这么说道：若有众生多于淫欲，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，便得离欲；若多嗔恚，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，便得离嗔；若多愚痴，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，便得离痴。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中则这么说道：若此经宝流行之处有能受持，以彼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即闻名号，当知是处无复横死，亦复不为诸恶鬼神夺其精气，设以夺者还得还故，身心安乐。最后，小编再来分享一位师兄的成功对治案例。我以前也是被他控制多年，丝毫没有还手余地。有一次助念，也是很久没有邪淫，同样的一个晚上，梦里一个老太太贴在我身上，我醒了，知道淡精气鬼在作怪，于是我告诉他，我在助念，帮人成佛，别干扰我助念。而后当下一切如初。我曾经在拜地藏经的时候，天天发猛烈的愿，求佛加持我彻底断掉邪淫。很久没有淫念，有天晚上我梦中觉得要梦遗的感觉，但是同时啪的一声，如同电线短路的声音，然后一切恢复如初。佛力加持，击退了淡精气鬼。邪淫念头来了以后，你看着它，不跟着它走的话，它马上就会走掉，你就会知道它多么不堪一击了。有一次，我的邪淫念头出现，我躺在那儿冷眼看着这个念头，这个坏念头马上不见了，真是想留都留不住。从此之后，我知道了邪淫其实很容易战胜。多少年来，我在长他人志气，灭自己威风。念佛法门是用佛号来代替邪淫的念头，不怕念起，只怕觉迟。第一念淫念起来后，第二念佛号就把它打掉，一句佛号提得起来，这就是有定功了。但是你信佛力吗？你能及时提起佛号，不跟着邪念走吗？这要修为。曾有位禅宗和尚，每次产生邪淫的念头，就喊一声断，当时连身体都不动，念头也是不再动，直到佛光普照，淫魔退避三舍。邪淫从第一个念头出现就灭掉它，从清晨起床就开始打它。所以戒邪淫必须每天早上最晚不能超过7点起床，否则昏沉过头，邪淫念头产生。还有下午的过度睡眠也要避免。中医认为晚上10点以前入睡，早上5点起床，才能养生延年。起床后在佛前发大誓愿，宁可灭身，永不邪淫，求十方三世一切佛加持，求护法菩萨监督，悲壮发愿，永不悔改，每天发愿。淫欲如水，有功夫了也别去试，色情的东西一丁点儿都不能沾。曾经梁武帝时，有入定800年，在树中被雷劈开的高僧出定，被梁武帝请进宫。智公大师和高僧洗澡，宫女来搓背，智公大师谈笑自如，高僧落荒而走。我们算什么？有点功夫就去网络看美女，试验自己的定力。
你要知道，第八阿赖耶识种子看到就会种下。古人说，邪淫者如同饮盐水止渴，越喝越渴，绝对是真理。所以我天天早上起来在佛前发愿，若有一天不发愿，则会感觉淫念在增长蔓延。要天天除草，一天不除草就已经荒草连天。这些历劫的种子都是在疯狂生长的。你看了女人若略动心，就是助缘，马上要忏悔，否则到了下午就已经感觉邪淫已经比较重了。此外，戒邪淫我一直在用不净观，看解剖录像，每天都看一小段。开始时是随便用的，后来某天突然出现效果，看美女如同青筋绕骨。不仅仅如此，对自己的身体也生出巨大的惭愧厌憎，出离心发出，不敢吃肉，这些通通来了。所以千万要用不净观，别抱有偏见，认为这个方法会对第八识种下不好的种子，是错误的。这个方法威力之大，如同原子弹对于日本投降所起的作用。你认为这个身体、这个世界是美的，那一定是你没有觉悟，或者业障现前。戒邪淫需要打一场斯大林格勒保卫战，只要你赢过他3次，就已经战胜他了。自古以来，战胜邪淫的人屈指可数，所以一旦你能成功戒除邪淫，那么你的成就将会不可限量。这正是忍人所不能忍，行人所不能行。除了这个生死观，念佛往生就不是问题了。愿大家能早日摆脱恶习，告别颓废，活出精彩人生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了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